俄罗斯宣誓用核武器保卫新领土，这是真的有勇气，还是真的缺了底气？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两天呢，俄罗斯刚刚说完乌克兰4个州公投，还有俄罗斯局部动员的事儿。现在呢，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9月22日那天又在这个热点话题下边加了一大捆柴，这把火是越烧越旺的架势。他表示，第一，将进行全民公投，顿巴斯和其他地区将被纳入俄罗斯版图。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公投是只有一个选项的选择题。第二呢，俄军将大大加强对所有并入领土的保护力度，说明还是要继续投入力量，在这个地区要摆出决战架势，逼乌克兰也投入更多的兵力进行决战。那么俄军呢，已经拍了一些宣传片，显示全国各地在集结部队进行调动。我看那个宣传片画面上啊，士兵和亲人告别的镜头，再配上那个背景音乐，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这种悲壮氛围。第三条最刺激，他说不仅仅是动员能力啊，俄军将动用包括战略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武器对新领土进行防御。注意，还不仅仅是战术核武器，是战略核武器。这是一个没有顿巴斯就拼光俄罗斯，没有俄罗斯就要颠覆地球仪的战略决心。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俄罗斯不仅仅降低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而且不惜降低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最后核门槛。虽然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表示，在新领土上使用核武器只是在自家种蘑菇，不算是用核武器首先攻击别的国家。但是我想，以前苏联用核弹搞油井灭火，或者是炸出一个大坑当水库，那几次其他国家可能真的是不会在意，毕竟那些地方呢距离别的国家很远，领土归属毫无争议。但是如果这次真的要在乌克兰这4个州弄出点蘑菇云，恐怕没有几个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在自己领土上玩。中国也没有承认那些土地属于俄罗斯，而且中国一直承诺，如果乌克兰遭遇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者受到此种侵略威胁情况下，将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至于说安全保证是什么，1995年中国对联合国承诺是这样的，说对攻击国将实行严厉和有效的制裁。所以莫斯科方面使用核武器的表态，有可能在中国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分歧。中国是一向反对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呢，这里还有更大的隐患，就是这种强硬的态度后边可能反而体现了俄罗斯相对弱的一面，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俄罗斯如果不使用战略核武器进行威慑，靠常规力量，靠局部动员，是不是都镇不住局面了？其实反而会破坏俄罗斯自己的信心和士气。而且话也说出去了，如果大家最后发现俄罗斯只是说了不做，也是对自己核威慑力量的一个打击。美国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虽然表面上降低核门槛，但是实际上也缺乏真正进行核战争的决心，认为俄罗斯的核力量在俄乌问题上影响力不应该被高估。甚至中国国内一些网友也感叹，俄罗斯最近谈核武器谈太多了，天天说狼来了，最后对方会把俄罗斯当成哈士奇。那么一旦威慑力下降，会有一批国家觉得普京大腿不够粗，他们会重新定位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如说全球最成功那位80后已经通过他们的国家官方渠道正式宣布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炮弹，而此前做出同样声明的还有哈萨克斯坦。也许呢，对普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稳住战线，逐步消耗乌军力量。毕竟乌克兰的军费开支占了全国的50%的开支啊，久拖下去对乌方其实是不利。那么现在这么早亮出战略核武器，难道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判断时间不在他们那一边吗？